外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也都会把这些所谓的一些商务英文或者一些多益课程的内容，直接应用在我们的一般的课程里面。所以跟其他学校不一样，你不用付2次钱，你也可以在 General English 上到商业英文的一些的内容。Hello， 大家好，我是 EP 的校代，我叫 Sean。那今天很开心来到自主家游学，来跟大家介绍我们 EP 在不同的州以及不同的国家，然后每个校区的一个学校的特色。可以请上简单介绍一下 English Plus 各校区大概地理位置吗 ？EP 的每个校区有一个特色，基本上都是在城市的一个市中心，或是在那个城市的富人区。比如说我们的巴黎校区最近新开的，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是在 Zone 14区的地方这样子。那像我们的都柏林校区呢，虽然离市中心大概坐轻轨20分钟可以直达，那内区也是在都柏林的富人区，所以其实学生非常的安全，所以各位家长跟学生也都可以放心。那像我们杜拜校区的话，它是在一个杜拜市中心有一个专门给各个学校、海外教育机构所设置的一个教育园区。那我们的校区也是在教育的区域里面。那这个园区里面呢，基本上它是以一个圆形的方式呈现。那有各个国家的大学，英国、美国大学都在这个园区里面设置分布，所以学生的人身安全相对是非常的高的。不同的国家的校区之间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吗？就是上这边有特别想要介绍哪个校区吗？基本上，因为我们集团是一个全球连锁的学校，所以主要的风格 style 都会是以一个 college 大学的风格的 style 的语言学校。那针对每一个校区、每一个国家有他们当地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都柏林校区的学校是一个17世纪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的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它非常的传统，也比较的 old school， 比较老式的风格。所以像在这个校区里面，基本上它的学习的方式都是比较传统的，属于使用是黑板跟白板的方式。那像我们杜拜校区的话，就全部都是非常的先进，那也是有所谓的互动式白板以及一些电子白板。那有的时候学生跟老师也会使用他们自己的笔记型电脑或是 iPad 来进行线上学习的方式。那学生宿舍有什么特色吗？或者是上这边有最喜欢哪个小学宿舍？我个人是最喜欢我们杜拜的学校宿舍，因为它是采一个饭店式管理，全部都是单人房或者是双人房的一个方式，那也都是套房。那我也知道说亚洲学生，就连我自己校代本身的话，我在选择宿舍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偏好是以套房的形式的宿舍为主。所以在杜拜这个地方，基本上的学生100%都能够选到是一个学生套房。杜拜的饭店式管理，它就真的像一个店这样，就像你抵达一个饭店这样子。那英国的学校宿舍呢，它是因为英国的建筑就比较老旧，所以很多的饭店式管理的宿舍基本上也都是在街角巷弄里面。那它也有他们的一个平台，学生基本上谁都能够抵达入住这样子。EP 的校内有哪些设备可以让学生使用？以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有所谓的饮水机、锅炉、冰箱、冻箱、冷冻库。那学生都可以在各个城市的超市去购买他们的食物，或者说可以在宿舍里面煮完之后，隔天带来学校待了再去使用。那像我们很多的校区，像我们的伦敦的校区，我们的总部Greenfield 的话，在1楼也有所谓的星巴克。那如果学生比较不太喜欢自己煮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星巴克可以购买。教育厅有所谓的，像欧洲很流行桌上足球，有人形这样，可能有分2人玩的，或者是4人玩，或是6人玩，大小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可以请问一下，上一是学校淡旺季大概的学生人数，还有学生国际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学校的话，我们讲旺季的话，基本上就大概是暑假的时候。那比如说像我们马塔校区的 capacity 是350名，基本上暑假是全满的。那淡季的时候就大概是台湾的1、2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马塔的冬天，那时候大概也差不多有将近1/3，100多名学生左右。那学生国际比例的话，会针对不同的校区而有所不同。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马塔校区，基本上马塔这个岛国，它是欧洲以及中南美洲学生非常热门的一个有海滩的景点，所以像马塔校区的话，我们的欧美的学生以及中南美洲的学生比例是非常的高的，将近95%都是欧美人士。那像我们英国的校区的话，比如说我们伯明翰校区会是以中东的学生为主，那这个就是跟他们中东人的习惯，他们比较习惯到伯明翰去聚集，或者是曼城这样的一个城市去聚集。大概在北边的英国的学校的城市会比较多中东的学生。那伦敦校区的话，亚洲学生当然就相对起来是比较多的，因为亚洲人还是比较习惯城市的生活，所以他们也会主观的先觉得说，在伦敦基本上就像在台北一样，很方便。那可以请上简单分享一下 English Plus 的课程有哪些特色可以吸引学生，例如商务课程。好，那我们 EP 最主要的现在的课程的内容的特色，就是我们全部校区的一般英文的课程，基本上都会把一些，比如说你的履历表要怎么样编辑，你的面试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甚至说面试的时候你的穿着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应对进退的英文的方式来融入我们的课程里面。所以在我们 EP 的课程里面，学生是不用特地向其他学校去选择商务课程，然后才能够学到一些商务一些谈判的技巧，或者说你的履历的一些技巧。那在我们 EP 基本上你选一般的课程，都会学到这一些方面的相关的知识。那上这边
边有特别热门的课程推荐吗？像我们目前最热门的是我们的杜拜的留学工作的一个学生签证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基本上它是以1年的时间为一个单位来发学生签证给学生。那这个特色基本上呢，学生是可以利用这个签证在当地找正职的工作，因为当地的一些跨国企业，像 Visa 或者这样的一个公司都在那边设有他们的中东的分部。那像这些企业，他们都会喜欢有学生签证的人，第一个去面试。那面试完之后呢，能够在他们公司试用。那试用之后呢，这些跨国企业他们就会决定说要不要 offer 工作签证给这些学生。那像我们蛮多的学生都因为这个签证的关系，然后都成功的在杜拜换到3年的工作签证。那他们现在也都在杜拜工作。那甚至像我们最近的有一个台湾的学生，那他也是在我们那边上完课之后呢，他就是找当地杜拜卖地产的工作。那因为他之前本身在台湾也是卖海外地产相关的工作，所以他就透过我们学校去杜拜先继续上课，然后在上课同时呢，去找到当地适合他的工作这样子。那他也在今年的11月的时候，也将会前往杜拜，用正式的工作签证入境杜拜，开始他在杜拜的工作3年的生活。这边它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教学方法或是学习资源，可以让在这么多语言学校当中最获益本出？那当然说，像我们都会跟学生介绍说，当然说我们的一般的英语课程是有 apply 欧洲语言共同架构所谓的 CEFR 的一个标准来做，让学生第一个做一个程度上的分级。那分级完之后呢，我们学校的特色就像我刚前面所说的，基本上我们现在非常了解到学生出国念书到海外念书的直接的目的就是想要寻找海外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也都会把这些所谓的一些商务英文或者一些多益课程的内容直接应用在我们的一般的课程里面。所以跟其他学校不一样，你不用付2次钱，你也可以在 General English 上到商业英文的一些的内容，甚至你可以透过这些课程的内容去跟老师约你自己跟老师1对1，比如说请老师帮你修改履历，或者说修改你的履历表，或是跟老师探讨说，我再来有一个 job interview， 我要怎么去回答这个产业的这些专业的问题。可以请上就简单分享一下学校的师资团队有具备什么样的教学背景或专业？当然各位可能知道我们是 EP， 但是我们的母公司是 Global 教育集团，是 GEDU。那各位可以上网找一下。那我们是一间在英国至少已经有30年以上的年纪的一个 college。那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师资团队跟我们的母公司的学校是有贯通的。所以当然说，除了我们老师基本上都是有受过专业的教授英文给母语是非英文的学生之外，那当然说我们老师有些会有 IELTS 或者 CELTA 的这些执照，这都是一个专业的语言学校理所当然会提供给学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学生都完全不用担心的。那是否可以请上举例说明一个 English Club 自豪的教学内容安排和学生的回馈？像我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说，基本上我们现在都会把 Career Fair 或者说 Job Interview 或者 CV 的改正改写，要怎么样去写，针对当地的话，或是说当地的一些惯用的语言，去协助学生做修改。所以我们是蛮自豪说，我们的学生在这个部分，除了来这边念语言学校之外，基本上呢，他们念完之后呢，也都能够手上会有一份，基本上是已经针对当地的市场，比如说他在杜拜上课，那可能他就会有一份他自己的 CV 是针对杜拜当地的文化跟习惯或是企业的方式，他可以随时去在杜拜找工作。那像我们在都柏林或是说在英国的校区也都会有 apply 像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所以其实学生来我们这边上课，基本上一般的英文课程的话，基本上就包含了他们以后未来要找工作，不管是 part time 还是 full time 的话，基本上学生都不用担心的。那也不用再像其他学校需要额外去加所谓的商用英文课程的方式来做一个改善这样子。那学校这边有提供实习或工作机会吗？目前我们例如说，像我们的杜拜校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学生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面举办一些有点像是就业博览会或是职业博览会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会找一些当地的企业或是一些跨国企业的雇主，然后再找人的会来我们学校。那我们当然也会提前跟我们的学生说，比如说在月底或是月中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 fair 在礼拜6，那请你们把你们的履历准备好。那如果你们有需要履历改正或是不知道怎么描述的请来跟我们的老师联系。我们基本上在课后都会有免费的1对1，会帮每个学生来做一个修改。那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我们也是希望说学生来透过我们学校之后，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当然说能够也在海外有一些工作经验也是最好的这样子。这边觉得与其他语言学校相比 ，English Club 有什么优势呢？例如比如像 CP 值高啊，或者校区交通便利，或是课后活动很丰富之类的。就像刚才讲，我们 EP 呢是一个集团式的在经营，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集团都有所谓的大学跟 college， 所以当然说我们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校园是跟这些 college 以及大学去共用的。那各位听到大学或者是 college 可能有一点点的问号。那如果用台湾市场、台湾各位学生家长熟悉的语言的话，可能有点像是大学的一些城区部，比如说像政大城区部这样的一个风格，像政大城区部这样的一个 size 跟大小，跟它比较新颖的设计的外观，以及教室里面的安排，都是我们 EP 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跟其他语言主要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一个商业大楼里面住2层开始当我们的语言厨师的，我们全部的大楼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或是我们整栋把它租下来给我们的学生使用。那所以我们的优势就因为我们的语言学校学生跟我们的 college 学生是共用的一个大学的空间，
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说，有的时候呢，你甚至会跟，比如说你在英国上课，可能会跟当地的英国人一起去上课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college的学生，他们在某个部分可能写作的地方可能还是需要加强，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写论文，所以他可能在写作课的时候也会跟你同班，所以跟其他语言学校特别不一样，就甚至可能可以跟当地人一起同班一起上课。比如说你在我们的法国校区，我们也是跟我们的法国的大学来做共用的校园，所以可能有一些法国的学生，他们在写作或者是说特定的面试上面，他们也会需要来加强，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学生很高的机会会跟当地，比如说法国人或是英国人同班来上课，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好，那谢谢各位学生以及家长观看我们EP 的影片。那我们在欧洲大陆、美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然后在中东也都有我们的校区。那所以各位学生以及家长，如果想要在这些国家找到适合的课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EP 的学校找到。那谢谢大家，拜拜。